我从来没有想过，竟然可以在森林里和驯鹿一起生活，尤其到了晚上，整个森林就剩我自己了，还有几条狗子。大黄，几个月前呢，我就想回到我大娘的驯鹿园来看，但是我们这里的冬天它是旅游旺季，想安静的在这边待上几天是不太可能的。回到驯鹿园的第一件事情，我就是找撮骡子。去你下去，长黢老黑的跟蝙蝠似的，下去。咱们趁着下午还有阳光啊，先把装备都收拾好，然后多准备点柴火。今天晚上会用到很多。咱们5点多的时候需要喂这些驯鹿。撮骡子是我们当地少数民族鄂温克和鄂伦春等其他民族的传统住房。这种帐篷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方便拆卸。目前还不是很冷啊，在这里我是能看清的，但是拍不清，所以说咱们把这个录音灯提前拿出来。真吓人呐，真黑！哎，我开着打光都拍不清你俩，我天呐！实际在这个帐篷里过夜体验感到底什么样，我也不清楚。这一期呢，我就带大家来尝试一下。怎么说吧，现在也4月份了，就算漠河气温再低再冷，白天的温度也还是可以接受的。东北到了这个季节，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尤其是远离城市，像躲在这种森林里。虽然说下午感觉不到冷吧，在户外活动也非常舒服，但是到了晚上情况会截然不同。晚上以后，希望这个大炉火可以别点力吧。持续的烧。目前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撮骡子里都有什么东西。我站边上给大家看一看整个撮骡子。现在这里面现在就2张床加上一个这个炉火，这里只是放2张床啊，实际还可以再放2张，可以待更多的人。我这边刚把炉火点燃没一会儿，把帐篷门一关，室内的温度直线上升。我猜到了整个帐篷的保暖性会很好，但是没想到这么好。太热了，现在理解到了为啥生活在这种极寒之地的少数民族可以在极寒之地待这么久。咱们在市面上也能买到这样的帐篷和这样的火炉，但是我自己尝试一下，保温效果没有这个好。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有2个啊，一个是它这个材质，大家看到这个帆布，我操，这个帆布真的巨厚，知道吗？然后就是这个炉子，大家可以看到这炉子有多大了吗？啊，市面上应该没有人去拿这种大的柴火炉出去露营吧？火力够旺，你看要把这个放在我的装甲车里，绝了。像现在市面上轻量化的装备非常多，但这种100来斤的帐篷可不是露营的首选。我是自己一个人的话，搬来搬去都够累死了，2个人的话还勉强能搬动。作为当地住房的话，它的质量和保暖效果在市场上现在很多帐篷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咱们这边暖和暖和，就准备出发去喂驯鹿了。驯鹿呢，是我们大兴安岭鄂温克族所饲养的一种动物，并不是哈尔滨爆火的鄂伦春族所饲养的啊。这是2个民族，虽然说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但是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个如何在户外捕捉一头这个驯鹿啊，特别是在这种末日极寒的环境下，来看看，这个就是秘诀啊。这个就秘诀啊，这可能是在牧场长大，或者是养牛啊、养羊的，大家可能熟悉。这是什么？盐块，没错啊。过去能猎杀的时候，很多的猎人就会在陷阱里放上盐块，然后吸引这些大型动物鹿啊过来吃。其实在我之前的视频我给大家讲过，现在这个阶段这都是鹿茸，然后等到再过几个月它就会钙化变成鹿角，鹿茸受伤的话还会出血，看到了吗？这上面都是小绒毛，现在整个它的鹿角上全都是绒毛，这就是鹿茸啊，很舒服摸着。哎呦呀！像刚才咱们说的鄂温克民族，那它和鄂伦春民族的有什么区别呢？鄂伦春民族是咱们国家少有的狩猎民族，以狩猎为主，而鄂温克民族是游牧民族。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进行游牧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个时候驯鹿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鄂温克民族的主要交通工具，驯鹿也被称为森林之舟。喂养驯鹿主要的饲料呢，一个就是豆腐渣，另外一个就是苞米面。10多只驯鹿，满满4桶饲料就够他们吃一顿了。这晚饭时间一到，所有园区的动物都齐聚过来，这肯定也是森林里最热闹的时刻。我都不用猜，评论区还得有人问能骑吗？这个能不能骑？确实是可以骑，但是现在骑的很少了。还有他们很聪明啊，前几年他们这个脚掉的时候会过来找我大娘，然后我大娘就会问，哎，你的脚掉哪儿了？他就会带着我大娘去找，去森林的深处，然后把脚给找到。好了，我们现在准备回到帐篷里。哇！这个八宝饭咱直接热上就行，先放着自己加热就可以。
肉汤炖上。等会儿，估计做好饭那两只狗也该过来了。A few moments later， 我这饭不做好，它是不带来的。大黄儿，好吃吗？唉，咱们也差不多该吃饭了。来一口。小儿子还来了呢，你跟大抢食，他咬你。小的抢食啊，这大的必咬的，你看着吧。过去，起来。定个脂肪，我吃瘦的，太肥的给你。谁要进来？来，进来吧，进来吧。折腾，钻出去进不来，回不来了。大的往里钻，小的往里钻，全往里钻，一共3条狗。大的在里边呢，两个小的在那块扒门呢。我们这边大兴安岭少数民族传统的布防真的比好多帐篷都要有用。这要是露营人的话，4、5个人在这个小屋里住，相当得劲儿了。这个炉子换成篝火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它上面留了个洞嘛，然后直接就顺着出去了。这太旷了，看到了吗？如果自己一个人来的话，就是非常的旷。这边完全在空着。正常来说应该放一些行李啊或者装备，但问题是咱带的东西比较少。现在这边就2张床，一个可以睡觉的床，那个呢就是用来放我的一些零散的小装备了。其实到晚上的话还是很热乎，这炉火相当给力了。现在能听到驯鹿在外边走来走去的声音，咱们出去看一下吧，看一下晚上的驯鹿都去哪儿。你干？哎呦，这满脸血，你干嘛去了？你这个耳朵两边翘翘的更像蝙蝠啊！咱们现在去看一下驯鹿，看看夜晚的驯鹿都干嘛。大黄跟着我呢呀，大黄跟着我呢，真乖，走。现在就是必须离得很近才能拍清啊！我都怕晚上呢，就是随便找个地方趴着。你像我们这边的狍子吧，雪大的时候它会刨出一个坑来，然后找地方休息。他们的话一般就是随便找地方休息。哎呀，这都零零散散在这树林里趴着。大晚上的森林什么都看不清。走。走，出去。你去我帐篷里吗？今天晚上？外边还是冷啊。进来吗？进来啊！哎呀，乖。进来找地方休息吧，趴会儿。回来记得把衣服脱掉，太热了。在森林里吧，时间过得就特别快。现在才9点多，但是我感觉已经凌晨了，非常的安静。而且每到黑天的时候就会想睡觉，实在没什么事可干。下次再出来露营，我应该带点什么东西，消磨一下时间。周围除了驯鹿的踩雪声，听不到其他声音。